你们有没有一台很喜欢的产品，但是当初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买，到现在会耿耿于怀念那个产品呢？我就有很多很喜欢的手机啊，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足够的预算没有买。就像今天这台发布于2014年4月23日的1+1，这是一台小世界寄给我的手机。在开箱的那一刻啊，似乎整个时间都回到了9年前，回到那个对手机产品每次刷机、每次升级系统充满喜悦的自己。2014年的你们都在用哪部手机呢？同时期的手机还有 iPhone 5S、小米3、vivo X Play 4S， 还有绿厂自家的 Find 7，就和1+1啊似乎很像。那最初的一加有哪些不将就呢？如果让我回忆一下1+1的最难忘的啊，应该就是那句手感真的爽。那个时候啊，国内很少有手机厂商聊手感。1+1在塑料贝壳上面加入了日本某公司的 Baby Skin 涂料，从而手感上面呢犹如婴儿皮肤一般。而且啊，在当初大家都在拼跑分的年代，1+1却将配置啊称为最平庸的部分。但是也不得不提到的它的平庸了，骁龙801处理器 ，GDI 的屏幕，3G 运行内存加16G 的存储啊，同时还有64G 的大内存版本，底部双扬声器，没错啊，当时虎哥还讽刺了一下 ，iPhone 底部2个开口啊，却只有1个有声音，所以啊，底部2个扬声器，但是只解决了开孔都有声，横着看视频啊，依然不是立体声外放。后置1300万啊，接近 iPhone 的白平衡，同时还支持了移动4G 网络。而且啊，当时通过 Root 破解之后呢，就能支持联通的3G 网络了。最主要的价格还不到2000块，只要1999块9毛9。手机正面5.5英寸的屏幕，放在当时就是一个巨屏的手机。然而在现在似乎也没有那么不习惯啊。手机上面呢有着黄金光泽、黄金耳角、黄金曲线、黄金腰线等等，反正就是不将就就对了。系统搭载的是最初的 ColorOS 1.2.0啊，因为当初的1+刚发布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自己的系统，轻 OS 也是1年后正式发布的。而且啊，3大金刚也和现在的体验也不太一样。左边是菜单，中间是房子，中间的房子按一下是回到主页面，长按呢才是后台，右边呢是返回，也是当初很多安卓手机3大金刚操作的体验。不过到后面呢，谷歌也就统一了3大金刚的按键了。而且啊，主题桌面也支持了很多风格，比如今天下雨，不仅是下雨的壁纸，当雨点拍打到应用的时候还有对应的动画。手机状态栏左边向下滑，还有个手势操作，支持了很多自定义的手势来进行快捷开关。系统默认的微博还停留在2019年。你看啊，当时薛之谦还发了微博啊，林俊杰也在为他的圣所2.0世界巡回演唱会做宣传。9年前的相机是什么样的我就拿着1+1拍了几张照片。虽然它确实也是比不过现在的手机了，因为手机里面有很多应用都无法使用了。我也是费了劲装了一些应用和游戏。虽然那个时候的游戏比不过现在手机上面的画面精彩，但是就是很耐玩，也都是曾经帮我打发无聊时光的最美好的记忆。不过再美好它依然也不属于这个时代了，但它却见证了曾经我们国产品牌崛起的高光。1+1也是1+高光时刻的一个开始。最近我还特意从朋友那里呢搞来了一台1+3，也就是我心中认为最经典的1+机型之一。你们心中最经典的机型是哪款呢？这也是我准备做老机型复旧如新第一期视频。你还想看哪款手机呢？欢迎评论区弹幕告诉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